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。今天，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介绍一本被誉为社会心理学圣经的经典之作《社会性动物的 Social Animal》。这本书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艾略特·阿伦森 （Elliot Aronson） 撰写，自1972年首次出版以来，已经影响了无数读者，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。阿伦森教授是心理学界的泰斗，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还致力于将复杂的心理学理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众。社会性动物正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。书中深入探讨了人类如何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，以及我们如何通过理解这些影响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和人际关系。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、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，我们每天都在与不同的人打交道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。然而，我们是否真正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动机？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？社会性动物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，帮助我们打开理解人类行为的大门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，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与你观点截然相反的意见，你会如何反应？是立刻反驳，还是冷静思考？这种情境下，我们的反应往往受到多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。理解这些因素，不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类似情况，还能提升我们的沟通能力和决策水平。让我们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。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 （Stanley Milgram） 进行了一项著名的实验，研究人们在权威压力下的服从行为。实验结果显示，大多数参与者会在权威人物的命令下，对他人施加看似致命的电击。这一发现震惊了全世界，也让我们意识到，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多么巨大。阿伦森在《社会性动物》中详细探讨了类似的现象，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。1. 社会认知，理解我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世界。社会认知是指我们如何感知、解释和记忆社会信息的过程。阿伦森在书中指出，我们的大脑并非总是理性的信息处理器，而是会受到多种偏见和错觉的影响。人类大脑在处理信息时，常常依赖于启发式方法及简化的思维捷径。这些捷径虽然能帮助我们快速做出决策，但也容易导致认知偏差。例如，确认偏误使我们更倾向于寻找和记住那些支持我们已有信念的信息，而忽视与之相反的证据。1. 识别认知偏差。通过学习社会认知的基本原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识别自身和他人的认知偏差，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。2. 改善人际关系，理解他人的认知过程，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沟通和解决冲突。阿伦森在书中提到了一项研究，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一篇关于死刑的文章，结果显示，那些原本支持死刑的人，在阅读后反而更加坚定地支持死刑，而反对者则更加反对。这一现象正是确认偏误的典型体现。2. 社会影响，理解我们如何被他人影响。社会影响是指他人对我们的信念、态度和行为的影响。阿伦森指出，我们的行为常常受到社会规范、群体压力和权威人物的影响。一从众行为，人们倾向于与群体保持一致，以获得归属感和避免排斥。2. 服从权威，在权威人物的命令下，人们可能会做出违背自身意愿的行为。一提高自我意识，了解社会影响的力量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行为动机，避免盲目从众。2. 增强决策能力，在面对群体压力时，我们可以运用所学知识，做出更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决策。阿伦森详细描述了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，以及金巴多 Phillips in Bardo 的斯坦福监狱实验。这些实验揭示了人们在特定社会情境下，如何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行为。3. 态度与行为，理解态度如何影响行为，以及行为如何改变态度。态度是指我们对特定事物或人的评价和情感反应。阿伦森指出，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并非总是直接的，有时行为的变化也会导致态度的改变。以认知失调理论，当我们的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，会产生一种心理不适感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，我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态度以适应行为。2. 自我知觉理论，我们通过观察自己的行为来推断自己的态度。一行为改变，通过改变行为，我们可以间接地影响自己的态度。例如，尝试新的行为模式，可能会让我们对某些事物产生新的看法。2. 态度调整，理解态度与行为的关系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态度，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。阿伦森在书中提到了一项研究，参与者被要求写一篇与自己原有态度相反的文章，结果发现，这些参与者在写作后，对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。这一现象正是认知失调理论的体现。4. 群体行为，理解群体如何影响个人行为。群体行为是指在群体情境下，个人的行为表现。
阿伦森指出，群体情境可以放大某些行为特征，例如攻击性、利他主义等，以去个性化。在群体中，个人的自我意识减弱，更容易做出平时不会做的事情。2. 群体极化，群体讨论往往会强化成员原有的观点，使群体决策更加极端。一群体决策，在群体决策中，我们可以运用所学知识，避免群体极化现象，做出更理性的决策。2. 团队建设，理解群体行为的特点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团队建设，提升团队凝聚力。阿伦森在书中描述了旁观者效应的现象，即在紧急情况下，旁观者越多，个人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越小。这一现象揭示了群体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。5. 偏见与歧视，理解偏见和歧视的根源，以及如何减少它们。偏见是指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的不公正态度，歧视是指基于偏见的负面行为。阿伦森指出，偏见和歧视的根源复杂多样，包括社会文化因素、认知偏差等。一类群体偏见，人们倾向于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偏爱，对外群体产生偏见。2. 刻板印象，我们常常根据刻板印象来评价他人，而忽视个体的差异。一减少偏见，通过接触和了解不同群体，可以有效减少偏见。2. 促进社会和谐，理解偏见和歧视的根源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。阿伦森在书中提到了一项研究，参与者被要求与不同种族的人进行互动，结果发现，这种互动可以有效减少参与者对其他种族的偏见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对《社会性动物》这本书的详细介绍。通过对书中核心内容的梳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阿伦森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，为我们揭示了人类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，并提供了许多实用的建议和方法。如果你希望更深入地了解人类行为，提升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，那么《社会性动物》绝对是一本不容错过的好书。我强烈建议大家阅读这本书，并尝试将书中的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。相信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，我们都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今天的介绍能激发你们的阅读兴趣。让我们一起走进社会性动物的世界，探索人类行为背后的奥秘，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谢谢。